Hello， 大家好，我是先锋君。上回说到，路飞怒怼女帝后，女帝派出自己的妹妹来对付路飞。然而决斗在即，路飞突然叫停，然后自顾自将玛格丽特三人的石像搬到了外场。即便其他人非常不理解，但路飞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做完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路飞回到擂台，摩拳擦掌，路飞的自信引来全场哄堂大笑。格鲁德挥起手中的双刃刀砍向路飞，路飞十分灵巧地躲开，接着他又吐出一口毒液，路飞一个滞空，然后闪躲一边。接着路飞快速突进，一击印章踢向格鲁德胸口，格鲁德用手轻松弹开，橡胶体质的路飞居然被这轻轻一掌击得有些疼痛。路飞站起身来想继续反击，背后的索尼娅用尾巴将路飞缠死。索尼娅非常仁慈的和路飞分享了霸气的秘密，这也算是路飞学习霸气的启蒙老师了。霸气不仅可以伤害能力者，还能预测对手出招。海外很多人都不会霸气，因此很弱。对霸气一无所知的路飞面对这两个霸气使用者，一时间陷入苦战。索尼娅举起路飞，一招蛇冠顶将路飞狠狠砸在地面。路飞跳起来后使用机关枪，却怎么也打不中索尼娅。格鲁德从路飞身后突然出现，使用蛇突刺中路飞，路飞被击到外场，但他担心自己掉落时会砸坏玛格丽特三人的石像，于是猛登擂台边缘向最外围的深沟掉去。深沟下面是插着无数刀子的刀海，路飞如果掉下去的话，估计当场就会毙命。路飞急中生智，伸长手臂扒住擂台边缘，双脚猛踩两边的崖壁，这才刹住车。场的那些看热闹的女人们都大失所望，他们还盼着看到路飞血溅当场的画面。汉库克轻蔑一笑，路飞愤怒骂他白痴，气得汉库克命令两姐妹立刻干掉路飞。他这一生还没有受过如此奇耻大辱，自大的蛇果实两姐妹有些得意过了头。他也没有急着立刻干掉路飞，而是抓住玛格丽特的石像把玩，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索尼娅告诉路飞，正因为玛格丽特是路飞的救命恩人，所以才要杀死他，这是对路飞的惩罚，然后再杀掉路飞。杀人诛心呐！路飞想起来玛格丽特曾经对自己说的话，玛格丽特和这个国家的所有女性对汉库克三姐妹如此崇拜，没想到这三个女人如此狠毒。盛怒之下的路飞无意间爆发出霸王色霸气，立刻威慑全场。这种天生的王者之志，在伟大航路的前半段可以说是凤毛麟角，100万中才有一个人拥有，整个女儿国只有女帝才具备。现场的观众晕倒了一大半，汉库克三姐妹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格鲁德和索尼娅乖乖地将玛格丽特的石像放了下来，而且有些瑟瑟发抖了。格鲁德用毒液进行干扰，索尼娅则一尾巴将路飞抽飞。路飞躲过格鲁德的毒液，却发现他释放的不仅是毒液，还有毒气。路飞没有防备，吸入很多毒气，开始头重脚轻了。格鲁德和索尼娅趁机猛攻，路飞想要反击，却丝毫打不中对方，身体的行动力大幅度下降。格鲁德一刀劈下来，然后用蛇突将路飞再次撞出擂台。路飞被这猛的一攻，嘴里的毒气被撞了出来，意识突然恢复清醒。他抓住观众席边缘，从刀海深沟里跳出来，跃到空中，将身体鼓成气球后，利用吹气的方式将擂台上的毒气和毒液吹散。接着路飞启用二档，以索尼娅和格鲁德两人段位的见闻色霸气根本跟不上路飞的二档。路飞轻松地躲开索尼娅的攻击，索尼娅慌了，使用大招蛇发附身，霸气大蛇将头发变成无数个蛇头，但是依然无法跟上路飞二档的速度。路飞缠住索尼娅的脖子，一个过肩摔将其摔倒在地。接着路飞使用喷气火箭炮直接破了格鲁德的霸气防御，将他放倒。索尼娅和格鲁德爬起身，挨了蛇姬一顿骂，再也不敢懈怠，各自使出大招霸气大蛇和火焰蛇神，二人一起攻击路飞。路飞躲也不躲，直接使用喷气机关枪把人的大招给突破，接着一个空翻飞出二脚，踢中二人的腹部，二人站立不稳倒在一起。格鲁德身上的火焰无情地灼烧在索尼娅的身上，路飞趁着机会把两人的尾巴绑在一起。索尼娅被火焰灼烧，惨叫着倒向深沟刀海。为了自保，他用手扒进观众席边缘，然后火焰迅速蔓延到了他的后背，将他的衣服烧毁。蛇姬最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三姐妹后背上被天龙人打上的奴隶烙印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国民看到的。就在蛇姬惊恐万分的时候，路飞一个箭步跳上了索尼娅的背部，忍受火焰的灼伤，用身体挡住了索尼娅后背的奴隶标志。女帝领会到路飞的用意后，被深深打动，立刻叫停了决斗，将观众疏散。路飞看到现场的所有人都离开了，才从索尼娅的后背上跳下来，然后将玛格丽特的石像搬过来，毫不客气地问汉库克：“要和你打吗？”汉库克轻叹一口气，摇摇头。路飞恳求汉库克解开玛格丽特三人的实话。汉库克露出阴险的表情，他告诉路飞，自己只能实现他一个愿望，要么选择救人，要么选择乘船出海去寻找伙伴。路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救人，并欢喜地双膝下跪表示感谢。汉库克彻底被路飞的人格魅力打动，将路飞请到了九蛇城。路飞十分高兴，难道是要请自己吃饭？他一边抖腿一边兴奋地直流口水。结果蛇姬把路飞传唤进了自己的寝宫，没请路飞吃饭，而是请路飞看自己的裸体，
后背的印记。路飞端详半天，想起来曾经在香波地群岛上遇到了个鱼人小巴，头顶也有这个类似的标记，但是却和这个不太一样。蛇姬还在犹豫要不要和路飞说出真相。这时候牛婆婆走进寝宫，鼓励蛇姬向路飞坦诚一切，因为眼前这个男人不仅心胸宽广，更是将整个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的传奇新人海贼。蛇姬一生最恨的就是天龙人，听说路飞的事迹后，他十分震惊，他完全想象不到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恩人，居然还有人敢挑战天龙人。蛇姬缓缓向路飞说出一切真相，他背后的印记名为飞天龙之体，是天龙人赋予奴隶的印章。在蛇姬12岁的时候，她们3姐妹曾被人贩子绑架，在人口拍卖会上被贩卖给了天龙人。这是蛇姬从小到大第一次见到男人，没想到如此恐怖。从此3姐妹过上了地狱般的生活。4年之后，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政府的大事，一个鱼人徒手攀上红土大陆，独自潜入了天龙人居住的玛丽乔亚。为了解救城镇中被奴役的鱼人族，这个勇敢的鱼人拼尽全力，将玛丽乔亚闹得天翻地覆，将很多奴隶释放出来。天龙人是这个世界的顶端，绝对不可违抗，这已经成了世界铁律。但是这个鱼人却为了本族人民的自由，违抗了这一铁律。他就是后来创建了太阳海贼团的冒险家费舍尔泰格。当时的鱼人族与人类势不两立，互相仇视，但是泰格对所有的奴隶一视同仁，不仅解救了鱼人奴隶，也解救了其他种族的奴隶。汉库克3姐妹就是从那次的奴隶解放中侥幸逃出了天龙人的魔爪。被解放的鱼人族随泰格一起逃到海上，共同成立了太阳海贼团。为了掩盖奴隶的印记，船员们被烙上了太阳的标志，这就是小巴头顶标志的寓意。这种太阳的标志沿用很久，之后加入太阳海贼团的鱼人全部以这种符号为标志。蛇姬对路飞挺身而出，挡住索尼娅后背印记的举动十分感激。如果这个标记被国民看到，他们很可能就会再次被天龙人抓去，就算是欺骗整个国家，也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他们的过去。蛇姬说着，激动地流下眼泪。蛇姬问路飞是否会鄙视奴隶出身的自己，路飞告诉蛇姬，自己最讨厌的就是天龙人。蛇姬十分开心，答应路飞将船借给他，送他出海。路飞经过一整天的折腾，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汉库克破例邀请路飞参加晚上的宴会，这是庆祝九蛇海贼团丰收之后平安归来举办的宴会。路飞高兴的大笑，蛇姬在心里深深喜欢上了路飞。晚间，路飞在宴会上放松大吃，震惊所有人。路飞看到宴会上所有人都死气沉沉，心情十分不爽，立刻跳起来活跃气氛，唱起了布鲁克经常唱的那首歌曲《宾克斯的酒》。路飞的快乐感染了所有人，大家逐渐放下戒备，和路飞打闹在一起。女儿国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男人，众人甚至排起了长队摸路飞，这里可真是山治的梦想之乡。由于女人们太过热情，路飞根本没办法吃饭，于是和玛格丽特一起逃出了宴会。整个村子里只有牛婆婆这里比较安静。玛格丽特带着路飞来到牛婆婆的住处躲避风头，路飞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和牛婆婆聊天。牛婆婆给路飞讲述报纸上的新闻，因为是无风带，所以送报的海鸟是不会来这里的。牛婆婆只能靠九蛇海贼团出海才能得到报纸，了解到世界局势。毕竟本国的皇帝是七武海，如果对外界的新闻一无所知，就麻烦了。路飞听说蛇姬居然是那个和克洛克达尔齐名的七武海，吓了一跳。牛婆婆耐心地告诉路飞，蛇姬和整个九蛇海贼团可是十分强悍的，早在多年前就被政府招安成为七武海了。不过目前九蛇海贼团遇到了一件大事，正面临被剥夺称号的危机。接下来让路飞更震惊的是海军将与白胡子海贼团大战的原因，白胡子手下艾斯的公开处刑。路飞听到这里，嘴巴颤抖的几乎说不出话来。牛婆婆还没有意识到路飞表情的变化，自顾自地讲述整个事件的过程。黑胡子通过讨伐艾斯成为了新的七武海，海军本部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艾斯，彻底铲除白胡子海贼团。路飞突然抓住牛婆婆，大吼一声：“艾斯是我的哥哥！”牛婆婆吓了一跳，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路飞再也坐不住了，他向牛婆婆询问整个路程的时间。艾斯的公开处刑要在1周之后，但是从女儿岛去往香波地群岛也要1周。路飞完全没有时间和伙伴们会合，如果从女儿岛直接前往推进城，海贼船也要1周，但军舰可以走在专用的海流上，只需4天。路飞很矛盾，他拿出艾斯的生命卡，发现生命卡已经变得很小的一张，证明艾斯现在十分危险。路飞立刻下定决心，暂时放弃回到香波地群岛寻找伙伴，然后跑到都城内去求蛇姬，让蛇姬接受七武海的召集，带自己乘上军舰，直接赶去推进城。牛婆婆带着路飞来到都城，监卫跑过来和牛婆婆报告说，蛇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病倒了。这个消息对路飞来说可是个打击人的坏消息，如果蛇姬病了，就无法接受七武海召集，自然也不会帮助他赶去推进城了。路飞和牛婆婆立刻来到蛇姬的寝宫，牛婆婆一见蛇姬的症状，立刻就知道蛇姬得了什么病。她试探着问蛇姬，路飞来到了寝宫，他有事求你，你要不要听一听？本来在床上病怏怏的蛇姬听到路飞来了，一下子从病床上弹起来，像个没事的人一样走出寝宫去见路飞。
路飞看到蛇姬居然没事，很高兴，于是和蛇姬说明了自己的困难。蛇姬一直都十分抵触与世界政府合作，也抵触王下七武海的召集。路飞现在不仅要求蛇姬接受召集，而且还要带着他混入军舰，前往推进城，这是一个十分过分的要求。蛇姬的两个妹妹以为蛇姬一定会冷酷拒绝，没想到蛇姬居然红着脸立刻答应了下来。牛婆婆告诉两个无知的姐妹，蛇姬得的病叫相思病，前任的皇帝们也曾患过这种病，坠入情网无法自拔。得了相思病的人，如果见不到心上人，用不了多久就会衰弱而死。牛婆婆对路飞更是刮目相看，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人就能打动蛇姬这座冰山。汉库克以亲自去往推进城探望艾斯为条件，答应了七武海召集。当天夜里，汉库克就带着路飞乘坐9艘海贼团的海贼船出发了。他利用自己修长的身体将路飞藏在身后，然后用斗篷将路飞遮住，这样就可以自然地乘上无数中将的军舰。纵使无数中将对汉库克有千百个怀疑，但最终还是没敢有什么举动。待汉库克解开了全员的石化之后，军舰乘着夜色向海贼大监狱推进城出发了。海军本部元帅战国接到属下的报告，听到属下说海贼女帝汉库克终于屈服，答应了世界政府的召集后，战国松了一口气。这样王下七武海就已经聚集了6个人，只有那个名叫海峡甚平的鱼人是个特例。本以为他是一个最能积极参与召唤的人，没想到他十分顽固，宁可被剥夺七武海的称号，也拒绝与白胡子海贼团开战。不过目前成功召集过来的6个人实力也不容小窥，有他们在，海军这方面的战斗力就可以提升好几个档次，完全有实力和信心对抗白胡子海贼团。这时候又有属下来报，负责监视白胡子海贼团主船莫比迪克号的23艘监视船就在刚刚全部失去了联系。同一时间，新世界其他的海贼团也在蠢蠢欲动，变得不安分起来。战国瞪大眼睛，心里有点慌。这样一来，海军就无法掌握新世界海贼们的动向。大战来临之际，白胡子海贼团会召集多少战斗力呢？我是剑锋君，推进成篇，咱们下期见。